原来福宝营业最紧张的是徐奶爸，身为明星经纪人的他对自己严格要求。他们有紧张感，我有紧张感，我有紧张感。要知道福宝可是顶流留学生，中韩两国的姨姨们都在盯着徐奶爸，所以他只好变着法的处罚。过个生日，奶爸也要给宝贝特殊待遇。身为公主的福猪猪拥有数不尽的鲜花，只可惜这次是滚滚们的集体陌生，小福无法在生日当天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仪式感。可一向宠孩子的奶爸不愿意让宝贝伤心，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在闺女的餐桌就摆放上漂亮的花束。还记得徐奶爸一开始还很社恐，接受采访都紧张到闭眼，而他为了福宝也在努力改变自己。如今能和猫粉谈笑风生，讲一下福宝在内设的各种趣事。他会把头探过那个门洞，对啊。奶爸还喜欢观察着孩子的一举一动，看到对方喜欢风铃后，第二天立马给福猪猪安排上。他真的在竭尽全力的疼爱宝贝闺女。福宝作为刚回家的留子，掰个竹子都得使出800个心眼。奶爸看孩子吃饭费劲，直接提前劈好竹子放在餐桌上。福宝看到后都彻底愣住了，心想本公主今天还想换个姿势干饭呢。或许是因为太爱孩子，奶爸还成为猪猪最大的粉头子，每次接受采访都得大夸特夸，把老徐都嘚瑟到翘嘴了。确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熊，简直就是老父亲对女儿的自豪。要知道自从福宝出外场后，不良游客和黑粉就没消停过一点，3天2头就得欺负孩子，不是乱扔折叠凳和镜头盖，就是引导孩子整活对着看台表演。徐奶爸可忍不了一点，不止一次呼吁游客要文明观猫。所以我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去大声喧哗福宝福宝，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。而福宝也在徐奶爸的照顾下，一天比一天活泼开朗，不是满脸笑意的和粉丝打招呼，就是将小脑袋塞进洞口找奶爸。当老徐在内设打扫卫生的时候，福宝一个劲扭头观察屁股，也是一点点挪过去，到最后直接抛弃粉丝回内设找奶爸。其他小熊营业期间都是心无旁骛干饭，唯独福宝满脑子都是奶爸，还要趴在门缝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只要老徐去隔壁邻居家，小家伙立马爬树紧紧盯着。没想到福宝会对这个相处不到半年的奶爸这么依赖，只能说徐福记的感情真的很好。原来大熊猫真的能听懂人话，安保大哥一句话让福宝瞬间挺直腰板。听到了，终于来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人里人气的小熊？知道的是保安提醒参观的游客有序离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基地让熊猫表演呢。猪猪饭都没吃完就继续干活了，不免让人想起另一位自觉性很强的新一。有游客为了多看熊猫一眼，竟然直接爬上树和国宝面面相觑。保安大叔忍不住出声阻止，结果还是跑。树上的熊猫下来，树上的熊猫下来。此时待在树上看风景的新一内心 OS 小老头你点谁呢？虽然新一对保安大叔的操作一头雾水，但这小子还是听从指挥乖乖下来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宠粉的如意。要知道早些年游客还能和熊猫合影留念，正当他漫不经心配合拍照时，游客让自家还摸一下熊猫，小男孩吓得不敢动，可如意十分主动。你摸摸它，摸就是下一个。估计如意这时候得寻思，一天天的真烦，还得应付社恐小孩。同样能听懂人话的熊猫还要2顺。作为一枚合格的宝妈，她善于听取杨教授的所有建议。当游客把人类幼崽抱到看台上时，工作人员直接用大喇叭喊。毫不意外的是，酿成一个天大的误会。没事，把小朋友往下接，人家没事，把小朋友往下接。我没说你呀，不是说了你呀。别看花花干啥都是慢吞吞的，可宝贝总能精准听到游客说自己坏话。上一秒还没脖子的他，听到吐槽自己后，立马化身天鹅颈。基本上没脖子，你看他简直是有脖子的。谁说本娃没有脖子？天鹅颈，看他的脸，给你看看，这根本没脖子。只能说花花成为局长都是有原因的，能积极听取广大市民们的热心建议。而每每听懂饲养员叫自己名字后，不仅第一时间靠近对方，还伸出小拳头调皮的打了对方一下。不懂就问这是熊猫该有的打招呼方式吗？知道的说你俩是熊猫和饲养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好兄弟呢。不过这个赛道上最大的受害者还得是二狗，竟然有游客当着本熊的面贴脸开大，难怪这小妞直接赏赐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。这个就是二狗，为啥是叫二狗啊？因为他们说了很平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听懂人话的小熊吗？看到丫丫吃窝窝头，高兴到吧唧嘴，才明白长公主回国后的变化有多大。今日的鸭宝一出场就趴在木架上张望，顺便展示自己优渥的大长腿。或许是看到宝贝有些无聊，奶爸奶妈当即给公主拿来了下午茶。只见丫丫咬的胡萝卜嘎嘣咀嚼的同时还不忘抬头，不肯错过院子里的冬季美景。食欲超棒的她没多久就吃得满地笋皮，茶点太过美味，长公主显然没吃尽兴，于是又扒拉起来旁边的漏食器。机智聪明的她动动手指就将竹笋取出，还十分嫌弃的将竹篓扔到了远处。鸭宝吃到嘴后又盯上地上的窝窝头，公主怕不是要来个满汉全席。
才肯满足肚子里的吃不停小蛔虫。看到丫丫一到周五在后院吃播，就不免让人回想起孟菲斯那段时光。饲养员为了诱导他出外场营业，在草地上摆满笋皮糊弄宝贝出门。丫丫在一群残骸中寻找食物的样子，和如今美滋滋细嚼慢咽形成鲜明对比。明明是最美丽的国宝，却被孟菲斯养得不成样子。鸭宝不仅身上四处凹陷，就连腿上的毛发也是稀疏无比。一小块甘蔗对于它是来之不易的宝物。丫丫吃到嘴里的那一刻瞬间呆滞，似乎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味，每嚼一口都是慢悠悠的，生怕吃不到了。长公主之所以如此珍惜，那是因为孟菲斯给丫丫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干枯的柴火棍，宝贝每次干饭都要动手一点点劈开，只有变成细丝才能慢慢咽下。长期吃干竹子棍的他肠胃定然会不适，难怪丫丫会多次拉稀不止，就连情绪也随之变得暴躁不安。然而这一切都在他到家的那天荡然无存。丫丫回家看到满屋子食物，惊喜万分，以前黯然失色的眼神都有了光。被美食包围的丫丫像是沐浴在竹子的海洋中，此刻的她终于得以焕然新生。相比丫丫在孟菲斯徒手劈开竹棍回到自己家的宝贝，哪里还需要长公主亲手劈开，自有奶爸奶妈替她打点好一切。即便是刚砍下的竹子，饲养员也会贴心的劈开，就连需要剥皮的竹笋也是奶爸一点点洗干净的。如今的丫丫不仅和之前判若两熊，甚至还愈发圆滚，连毛色都变得油光滑亮，像是穿上了最新款的缎面熊皮大衣，竟然颇有些白富美的珠圆玉润。曾经满目苍夷的丫丫在充满爱的家中，时时刻刻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虽然早已高龄，却没有丝毫老态，或许这就是爱的力量。家人的陪伴能让丫丫长出骨血。看到小奇迹现身窗口，一脸幸福模样，才发现仔仔在内舍休养的时光有多开心。只见小家伙睁着大眼睛，好奇地张望着窗外，眼神里全是对大千世界的渴望。在内舍憋了9天的仔仔很想要自由，如今宝贝心情大好，从他来回踱步也不难看出，上次的手掌划伤已经全然恢复。估计小奇迹的休养生活也接近尾声，毕竟当初同样手掌受伤的蒙来只待在内舍休养了1天，恢复后紧接着便继续上班营业。看来小奇迹的付出也是指日可待，就算过段时日看不到仔仔的身影，姨姨们也不用担心。小家伙可能是因为刚来到新环境不适应，等到宝贝完全熟悉后再出外场也不迟。相信在奶爸奶妈的细心照顾下，小奇迹的内舍生活也很幸福惬意。就在昨天，奶爸奶妈还轮番投喂，奶妈刚抱来竹子没多久，王奶爸就带着下午茶亲自前来。宝贝看到后还站起来迎接，足以可见他对饲养员满满的信赖。而奶爸为了多陪仔仔游，喂完后也要蹲下来聊天，一人一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，单看这一画面就是无比治愈美好。基地饲养员一个接一个的前来，并且在来之前还不会空手。小奇迹看着一堆食物都得眼花缭乱，再这样下去估计他还没复出就已经胖成球了。小奇迹的团宠身份无疑，也能看出中心对他有多么重视。不仅如此，基地善待每一位熊猫，仔仔周围的邻居们都很幸福。要知道基地主打一个半夜外模式，小熊不仅竹笋窝窝头吃不停，还能自由出入，享受着山间的美景。比如说小奇迹隔壁的珍珍仔，它能爬上高树美美睡觉，同时还沐浴着阳光，如此惬意自由，羡煞了一众两脚兽。这一画面的治愈程度和那个在树上晃脚的四海有得一拼。还有小熊趴在石头上晒太阳，上着班睡觉更是常态。这样的日子看起来可悠闲得很。快乐的小熊们还动不动整活，一会没见就相继上树，摇摇欲坠的小树被他们串成了熊猫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树上长国宝了呢。就连熊猫带娃生活也很轻松，隔壁的颜慧一言不合就欺负孩子，上一秒还和小仔贴贴，紧接着又将儿子当成了沙发靠垫。看到他周围邻居如此自由幸福，相信作为外交功臣的小奇迹定然得到善待，期待着仔仔复出的那一天。小奇迹出去后也能这么快乐的玩。小乌拉一言不合狂追海叫饲养员，果然战斗民族不养闲熊。只见小家伙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小手一拍，气势汹汹地向饲养员走来。好消息，小乌拉会跑了；坏消息，小乌拉会跑的凶人啊！以前小家伙凶饲养员，还得只是趴在篮子里跑，没想到现在还出现了进阶版，只能说不愧是丁丁如意的仔，生下来就是一副不好惹的熊样。作为战斗民族培养出来的小熊，小乌拉不仅取了个有代表性的喀秋莎名字，甚至连玩具都很特殊。老家的熊不是玩毛绒玩具，就是抱着一块破布肘子。继承老妈老爸钢铁般血统的喀秋莎已经开始练举哑铃了，小年纪就学会了健身锻炼。合理怀疑这小家伙长大后想开飞机回国。然而莎姐如今已经有了30颗牙齿，自信满满的她尝试咀嚼身边的一切事物，动不动就抱着一根坚硬无比的竹子。谁家小熊用竹子磨牙？小家伙如此心急，莫不是有新的成长任务？然而小乌拉一系列淘气霸道行为，对此受害颇深的就是丁丁。宝贝将妈妈当成小山，经常踹着熊，连蹬着熊皮大衣爬上爬下。丁丁每次都是一辆无奈，心想亲生的还是算了吧。宠爱闺女的丁丁老妈动不动抱着喀秋莎抒发爱，本以为是母女相处的温馨时光，可一向奶凶的小家伙竟还动口试图下嘴威胁妈妈。幸亏丁丁母性强脾气好，换做一天收拾闺女800吨的爱宝，
估计小乌拉早就被揍得面目全非了。看到小家伙是如此调皮好动，姨姨们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展出。就连官方也对此十分心急，所有人包括喀秋莎在内都同意，只可惜生性谨慎的丁丁还不肯答应。母性极强的他生怕女儿受到威胁，尽管对方有着征服全世界的熊野心，丁丁还是将小乌拉保护在身边。同样岁数的小熊早已学会爬树，小乌拉想做天上的雄鹰，却被老妈养成了温室里的小花朵。莫斯科动物园很尊重丁丁的想法，饲养员采取不干涉的态度，因此小乌拉的展出时间一再推迟。从园长最初答应的12月，再到如今，已经整整推迟了1个多月。而在万千一一的联名上书下，官方将丁丁的内场全部关闭展出，先让母女俩提前适应外场。在看不到两脚兽情况下，丁丁也能如愿带着闺女走出产房。虽然只是一小步，但估计小乌拉展出的日子也没多久了。